11月26号，英国情报部门推特发了这样的一张图，显示在2023年10月到11月之间，俄罗斯航空表现出了异常，他们将战略防空系统从加里宁格勒转移到了乌克兰的前线。这中间究竟隐藏着哪些重要信息呢？咱们就一段一段来分析分析。第一部分的翻译呢，大概意思为英国情报部门发现了，截止到2023年11月，俄罗斯航空似乎转移了加里宁格勒的战略防空系统到乌克兰战场前线。那么问题来了，俄罗斯为什么要搬运这些防空系统？又搬运了哪款战略防空系统呢？简单来说，俄乌战争的战况并非咱们了解到的那么平静。由于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相对俄乌战场的战斗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才会让人有平静的错觉。实际上，即使冬天的到来，也没有阻止俄罗斯的攻势。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一直试图从北部的突出部包围乌军，乌军也在这里做着顽强的抵抗。双方根据自己的武器留存特点，进攻方式呢也是各不相同。比如俄军的进攻大多数是以地面坦克为主，这也造成了俄军坦克大面积损失。而乌军进攻呢，主要是依靠无人机辅助完成。在11月19号，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称，乌前线部队将接收一批新的2000多架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另一边呢，在俄乌战场的南线，乌军的第73特种部队几乎在黑海上击溃了黑海舰队。这让克里米亚半岛上的 S-400防空系统完全暴露在了乌军的视野范围。9月初，乌军的特别行动就轻松摧毁了他们发现的防空导弹基地，这让俄军在南部的防空力量受到了削弱。再加上乌军不断地使用无人机战术配合，可以说俄军在对于防空设备上的需求非常巨大。所以这就解释了最近俄罗斯为什么要往俄乌战场前线增援防空系统了。那么俄罗斯从加里宁格勒能够运来哪些防空系统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咱们看看加里宁格勒都有哪些防空系统，以及它们的作用，差不多就能看出问题的本质了。俄罗斯主要部署了3种防空系统在这里 ：S-300、S-400以及道尔 M2。其中呢 ，S-300和400呢，主要是对抗密集多目标空袭，但近程防御力量则相对较弱，尤其是来自无人机和简易火箭弹的袭击。道尔 M2 呢，则专注于对付近程低空飞行目标，与 S-400和300构成梯次搭配的防空网络体系。可以说，这些防空武器是各有所长。当然 ，S-400的实际使用效果并没有俄军自家宣传的那么无敌，但聊胜于无吧。咱们根据前面所说的俄乌战场的态势，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俄军前线需要的呢是对付无人机的防空系统道尔 M2。那么有没有可能也会运输一批 S-400到克里米亚的防空阵地呢？大兵只能说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毕竟黑海舰队缩回了俄罗斯，即便部署了 S-400，也是乌军嘴里的肉。然后呢，咱们来看第二段。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2023年10月下旬，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损失了很多的 SA-21 防空系统。其实这种防空系统的损失并非在10月份才开始攀升。根据荷兰开源情报机构 ORYX 的说法，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俄罗斯至少在5次不同的情况下损失了 S-400防空系统的关键部件，包括指挥所、发射器和雷达等。而且由于乌克兰加强了对莫斯科的威胁，那里的 S-400库存也受到了损失。一些报告表明，俄境内的 S-400系统受到了未具体说明的损坏。因为该防空系统在战争初期表现良好，有效地阻碍了乌克兰境内的高空飞行能力，所以现在就有了被乌军针对性的打击。这一点其实就有个新的问题了，损失的这些防空系统会为战场带来什么改变呢？损毁 S-400会在俄军的防空网络中造成漏洞，同时会削弱他们的防空系统的整体功能，这让与之对抗的风暴阴影有了更好的发挥。今年9月的时候，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击毁了停靠在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和一艘基洛级潜艇。同时，科什大桥也随时会被风暴阴影威胁，这对于南线俄军的补给供应并非好消息。俄国防部已经注意到了情况的恶化，但临时制造防空系统那肯定是来不及的，所以调配方案呢就成了顺理成章，成为了可行性的方案，才有了俄罗斯密集调集分配防空系统的事情。
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选择调走加里宁格勒的防空系统去填补俄乌战场前线的空缺，那这样做会有什么影响呢？咱们就来看这个图片报告的第3段。这段翻译呢是加里宁格勒作为俄罗斯最西端的前哨基地，三边都与北约成员国接壤，是俄罗斯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这次调走防空系统的事情，证明了俄罗斯在战争中已经到了极限，哪怕是不得已接受来自外部的高风险。从这段话中呢，咱们可以提炼出2个关键问题：加里宁格勒对于俄罗斯来说很敏感，难道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已经超负荷了，已经无暇顾及加里宁格勒了吗？问题很复杂，咱们拆开来看。首先，加里宁格勒是不是很重要？加里宁格勒呢，就像是一个军事堡垒，在冷战期间用于保护苏联，现在用于保护俄罗斯。它是北约的阿卡琉斯之踵。德国慕尼黑水星报6月22号引述德国军事专家阿尔伯克的话说，很好地解释了加里宁格勒的重要性。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其射程就可以打到柏林。这些导弹实际上配备常规弹头，必要时也可以配备核弹头。简单来说，就是一把对着欧洲人的枪。德媒还报道说，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的这块飞地开始又转变成了一个核堡垒，用来冷却北约国家发热的头脑。近2年，加里宁格勒在与乌克兰的持续冲突中扮演了新的角色。俄罗斯已经将它在该地区海域的大部分海军设施从圣彼得堡转到了加里宁格勒。在俄罗斯人看来呢，从2004年波罗的海3国加入北约的那一刻起，加里宁格勒的战略重要性就大为提升了，成为威慑对方的最重要的前哨。在北约东扩的过程中，莫斯科进一步增加了加里宁格勒的军事设施，该地区被认为是世界上受保护程度最高的军事领土之一。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还部署有跨兵种军事集群。同时，该区域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来承受长时间的围攻。截止到2022年，波兰总兵力为11.55万人。俄军事专家认为，仅在加里宁格勒，俄罗斯就集中了4个师的兵力，大约有5万人，这足以击败波兰了。由此可见，加里宁格勒确实是北约屁股下面的火药桶。为此呢，美国及其盟国不得不通过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M1艾布拉姆斯坦克和 F-35战机，以改变波罗的海地区的力量平衡。俄军事政治学家别伦日耶夫也把加里宁格勒比喻成一把扼住欧洲喉咙的匕首，同时也是阻止北约军队的盾牌。不难看出，这里呢对于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咱们再来看第2个问题就简单多了。俄罗斯调走加里宁格勒的防空系统，是因为俄乌战争已经超越了俄罗斯的负荷吗？答案相信兄弟们已经有了。如果不是乌克兰战场的紧张局势，俄罗斯又无法快速造血，俄军呢绝对不会从加里宁格勒这个第2前线调走军事设施的。现在这种解决方案看似解决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东线的燃眉之急，但更多的属于饮鸩止渴。可能对于俄罗斯来说，最近最好的消息莫过于泽连斯基的失宠，再加上前几天美国媒体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遭袭击似乎与乌克兰人有关，这也让欧洲在支援乌克兰的力度上稍作迟疑，缓解了俄军前线的部分压力。整篇报告看下来呢，其实暗戳戳地表示俄罗斯有些力不从心了，乌克兰反攻又可以出击了。但就大兵看来啊，无论谁不行了，又或者谁强大了，都应该早日结束战争，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